煮速冻饺子，不要老纠结用热水还是冷水了。今天教您正确做法，饺子不破皮不露馅，出锅和现包的一样有卖相，还能保持口感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这是我刚从冰箱内取出来的饺子，可以明显的看到，速冻饺子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的表面呢会有一层薄薄的冰霜，这说明速冻饺子非常硬。如果直接将它下锅煮的话，就会因为骤冷骤热的原因，把饺子皮呢给煮破了。其实煮饺子呢也是一门技术，你当然不能拿煮鲜饺子的办法呢去煮冻饺子，如果这样做了，肯定呢会出现问题的，一定会煮出一锅片汤的。接下来我就详细的分享一下煮冻饺的方法，这样煮不开裂、不破皮、不露馅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吃起来和新鲜的水饺一样。速冻饺子一下锅就不等人，所以呢，避免将其煮成一锅粥，我们得提前来准备配料。饺子呢，可以先放入冰箱备用。2根小葱，我们将其对半切开，切成葱花。装入碗中。再准备一把香菜，将其切成小段。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呢，就忽略掉。切好一桶装入碗中。跟着我们准备少许的紫菜，紫菜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营养价值丰富。紫菜中富含蛋白质、碘、铁、钙等多种营养元素，以及人体必需的氨基酸。一款普通的汤底加上紫菜，味道呢都会鲜香很多。跟着我们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一勺小磨香油增香，跟着加入一勺生抽调味。简单的底料呢我们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锅中烧水，大火烧开，同时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熊盐，将其搅拌溶解开。先加入了食盐后，纯水呢就变成了盐水，这样一来，盐在水里呢是以离子的形式呢进行的，所以当我们下入饺子后，离子就会与饺子皮中的淀粉、蛋白质结合，这样呢水呢便不会浑浊，饺子皮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实爽滑，所以呢就不容易破皮了。现在就让锅中保持一个似开未开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冷水，将食盐搅拌溶解开。煮冻饺子时千万不要直接下锅，我们需要先一步解冻。我们把冻水饺呢放入冷水中，让饺子渐渐适应由冷到热的温度。这个步骤呢可以使冻水饺缓慢解冻，而且这样做呢可以让饺子皮呢吸收一些水分，恢复一些弹性，煮的时候呢就不容易破皮了，避免后续加热急剧开裂、胀破的情况发生。食用盐的目的呢是使饺子皮呢更加的有韧性。放置30秒左右就行，时间不宜过长。然后呢迅速捞出，再放入似开未开的锅中。冻水饺究竟是冷水下锅还是沸水下锅呢？这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。众所周知，新鲜的水饺呢需要水涨开呢再下锅，但是对于冻水饺呢就不能等水烧开了再下锅。如果水烧开了下锅，由于沸水的冲击力强，饺子呢就很容易破皮。但是如果冷水下锅，水饺在水里泡的时间过长，也很容易破皮的。所以说冷水下锅和沸水下锅呢都不对，正确的做法是锅中水似开未开的时候下锅，这个水温不但避免了冷热相撞，同时由于饺子皮呢已经吸收了水分，就不会出现冻饺开裂的情况。入锅半分钟后，用勺子轻轻推动，避免饺子粘锅，也不要推动的过早，避免破皮。
慢慢的锅中水就涨开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冷水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，这叫做点水。它的目的呢是可以快速的降低锅内的温度，使原本沸腾的水呢停止，这样呢就可以使饺子不用在沸腾的锅中呢一直翻滚，也避免了出现破皮了。搅一搅，使锅内的温度均匀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一句老话，三开饺子两开面，意思就是煮饺子的时候呢，水要3点3开，共3次，这样煮的饺子呢就不容易破皮，也不会夹生。所以再次展开后呢，我们再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冷水，缓冲一下水的温度。之所以说经过点水后煮熟的饺子一定不会夹生，是因为饺子呢是比较热的，加入冷水之后呢就会产生热胀冷缩。我们利用这个原理，让热量呢快速的进入到饺子馅中，让饺子馅呢熟得更快，而且呢也不容易把皮煮破。当锅中水呢再次涨开后，我们再次点水，这就是第3次点水了。饺子煮至浮起，水再次涨开，再煮1分钟呢就可以了。锅中水开后呢，我们先盛出1-2勺，加入碗中呢调个汤底，搅拌搅拌，鲜香美味。这边当饺子煮到全部浮起来，而且呢还呈一个半透明的状态，这说明饺子呢就已经煮好，我们就可以将其盛出来使用了。这个煮饺子的方法简单实用，而且煮出来的水饺呢不夹生不破皮，口感还和现包的一样。下次煮速冻水饺，您也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。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，请你给我点个赞吧。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秋天，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